大家好，我是法山啊。大家都听说过蹦脑头这三个字，今天呢跟朋友们分享一种新类型的案件——蹦精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团队接了一些关于彩礼的案件，同时呢也有一些关于两性间赠与的法律咨询。然后我发现虽然当事人有不错的收入，也有体面的工作，但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更加在意社会形象。即使法律是站在他们一方的，由于维权可能会使得他们声誉受损，这导致了他们产生了维权羞耻，进而让获益者继续获益，而自己作为吃亏者只能继续吃亏。在此情况下，就的确有一部分人利用经营者的这个西域的特质，成功大获其利，将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视为猎物。蹦精英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蹦那些真正的犯了错误的社会精英。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名精英原本就有家庭，而另一方明知对方有家庭，还依旧与其发生两性关系，然后通过这段婚外情获益，并在分手时以公开这段不当关系为要挟，索要大额的分手费。比如，如果你是一名收入不菲的有家室的演员，你有了婚外情，你的婚外情呢对象向你索要了500万，不给呢就对外公开你们之间的私情。请问，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你是给还是不给呢？如果你给了，对方回头可能找你要更多；而如果你不给，你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种丑闻导致自己前途尽毁。对方涉不涉嫌敲诈勒索呢？涉嫌。但如果你报案，你维权，那案件曝光以后，在公众眼中，你不仅是个出轨之人，还会给人要钱不要命的抠搜形象，甚至官司本身能打成什么样都是未知数，你可以说是大败亏输。在此情况下，面临上述3个选择，你会选哪个呢？如果大家要例子，其实不用我明说，当我说到上述情节时，大家在弹幕中想必就已经能够打出一些名字。即使你不是明星，也不是公务员，你是一个企业家，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如果你真的只是涉及到感情纠纷，尚不属于最难看。对方前脚主动拉着你进自己的公寓，后脚呢就告你性侵，即使最终你并不够罪，这件事给你事业带来的影响及最终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不是没有例子。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身价过100亿乃至于1000亿的企业家，对方若在报案前就找你协商，请问即使是对方要1个亿，你即使再憋屈，再心不甘情不愿，你是给还是不给呢？而随着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这些所谓社会精英的命门以后，有的人就开始学会利用这一点。我们且谈一个国外的案例，前段时间不就有一条新闻上了热搜吗？雄鹿队的老板华尔街亿万富豪艾登斯被曝就遭到了一名女子长期威胁，对方不仅索要巨款，还声称要公开两人的私密照片和视频。艾登斯最初是选择花钱息事宁人，双方曾通过中间人进行调解，并一度达成了整整65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100万美元已经提前支付。但随后对方再次提出更高的金额要求，索赔金额甚至飙升至 12.15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艾登斯1半的身家。艾登斯方才无奈报警。而如果说上述情形公众尚可骂他们自己有过错在先，那我接下来要说的另一种情形则最为让我同情到近乎心疼。因为在这段感情中，他们并没有过错，他们最大的过错就是付出了真心。你身边也一定有这样一类朋友，他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好，甚至很会赚钱，但他可能从小就相貌平平，性格也内向木讷，缺乏吸引异性的一切特质。从小面对异性，他只能红着脸偷偷躲开，自然也没有太多感情经历及由此产生的两性经验。对于那些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在校园舞台上艳压群芳的班花班草，他们只能默默地投去艳羡的眼神。长大后，他可能成为一个赚到第一桶金的程序员，也可能是一个生性自闭但在自己所处领域极有造诣的技术高到可称艺术的匠人。然后终于在某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心动男孩或女孩。那个人外形出众，落落大方，最主要的是有着自己从未感受过的来自对方的主动。你觉得自己兜兜转转，总算遇到了那个真正对的人，你决定和对方共度一生。然后对方找你要钱买房，并把房子挂在自己一个人名下。对方找你要100万彩礼，因为他知道你拿得出来。对方也会告诉你自己遇到了难处，需要你秉着同舟共济的心不断给自己打钱，甚至对方会经常借故与你发脾气，对你忽冷忽热，然后你基于哄对方开心的目的，求对方原谅的目的，一笔一笔的将自己所有钱打给了对方。而对方终在将你吃干抹净以后，轻轻的说一句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或者离婚。
直到那时，你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然两手空空，不仅那场自以为是的爱情只是幻觉，自己曾经拥有的财富也就此消失。或许有人会说我上述情节都是杜撰的，但我想会有更多人明白，这些不是空穴来风。这些例子我只是没提，但即使我不提，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诸位可能有所不知，其实很多看似非常成功的所谓精英，他们也是从普通人努力奋斗成众人眼中那般光鲜的模样的。而可惜的是，无论他们再怎么天才与聪慧，在感情面前，只要他付出了真心，他就一败涂地。原因很简单，付出就是爱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陷入了爱，他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要付出，他就会摒弃看似理性的自私，然后在旁人面前显得自己失了智。他可能在勾心斗角的商场中，会为了几毛钱的利润与对方反复拉扯，可当他面对爱情，100万又算什么呢？我命都可以给你。从法律的角度，我要说的是如果是以私密信息乃至于公开丑闻作为要挟，强行索要财物，从刑事的角度完全可以主张敲诈勒索。对于返还彩礼，我们手上也有正在经办的案件。我们认为在双方根本没有进入婚姻，甚至刚刚进入婚姻不久的，以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如同夫妻同居等关系的案件，男方呢也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同时即使双方并未谈婚论嫁，甚至连恋爱关系都没有建立，甚至其中一方在转账时就明确备注了相应款项是赠与，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你也存在要求对方返还款项的空间。因为已经有明确的司法案例表，在大额赠与中，即使有自愿赠与的表述，法院呢仍会穿透审查赠与的真实目的，将赠与呢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认定了赠与暗含了双方确立恋爱关系或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期待。如果目的没有实现，可以认定赠与合同失效，要求返还相应赠与。但是我也要实事求是的说，在真正面对这些当事人时，我也会充分的提示风险，而事实上权衡利弊以后，真的采取维权行动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而言，维权成本远大于不维权的成本。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维权往往会迎来嘲笑，他们被玩弄的真心说出来只会换来偷鸡不成倒10把米的冷嘲热讽，以及他人对你10把米后恼羞成怒破防的鄙视。对这些钱都是你当初自愿给人家的，那时还叫人家小甜甜，怎么现在得不到人就想要回来了呢？能不能要点点？自己要钓鱼，打了窝抛了饵，这些本就是钓鱼应付出的成本，现在鱼没钓上还想要回成本，有这说法吗？玩不起就别玩。是的，当你把自己的不忿和委屈分享出来时，很多人就会骂你活该。比如异性会骂你活该，因为异性会天然觉得是你自己要选择付出的，付出后就别想着要回来。而同性也会骂你活该，谁让你自己蠢呢？硬要当舔狗，丢同性的脸。甚至如果谈过恋爱的朋友都会知道，当你真正喜欢上一个人时，你往往身心都是向对方敞开，你是不设防的，这就导致你会和对方分享很多秘密，有很多隐私，也展露出自己面对爱时都会有的纯真。然后对方如果反手拿这些来要挟你，你能怎么办呢？然后梳理有关案件的舆情时，你会发现只有一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在舆论中占据优势，那就是你以死明志。而如果你选择活着维权，你就一定会面临被骂的风险。以上都让一些当事人即使在事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杀猪盘，都只有打破牙豁血吞。这就是蹦精英，这些良善的所谓的社会精英们，在爱前与普通人与你我无异，也因此在爱前失去了所有。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你甚至会发现，就是所谓的渣男渣女有好命，因为能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有两性交往的能力，而他们频繁的换偶经历不仅能迅速的丰富他们的两性交往经验，还能让他们在不断的选择中最终选到那个最适合自己及自己最想要的伴侣。而与此同时，那些从小老实本分的乖乖男女，一辈子就谈那么3、2次恋爱，开那么3、2枪，要一枪就命中10怀，只能说看运气。而如果你很不幸还在新手村就遇到了身经百战的一刀999，那你的人生就只能说 game over。 而如果你问我法官叔我该怎么办呢，我能说的是以下3点。对于确实存在过错的当事人，我要说，首先，我不是时光老人，我无法让时光倒流，给你一颗让一切从未发生的后悔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负责。而对你而言，遇到对你自己的公关危机，你不能上头，也不能意气用事。你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
是如何让这件事对你本人造成的伤害最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鱼死网破，而真到了你认为万不得已、退无可退之时，即使事件曝光，舆论一定程度上也会更加公允的看待此事。比如在前述的埃登斯案中，事件曝光以后，埃登斯固然会被舆论批评，但其在被索要650万美元时报警和在被索要12.15亿美元时报警给舆论的观感也会不一样。而对于那些在两性关系中并不存在原则性过错的当事人，我也不会劝你一定要维权，因为我明白你的委屈，我更明白你的为难。我会从法律的角度告诉你，你的钱能拿回来的空间有多大，并将那个最难的做决定的绣球抛回给你，让你自己做决定，因为你是自己的第一负责人。但如果你最终真的决定维权，我要对你说，千万不要受一些极端言论的干扰，认为自己此前的付出确实存在过错。没有人在陷入爱时会保持绝对的功利理性，因为爱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无私，意味着付出。你这份事后看来可能是蠢的付出，其实只证明了你彼时对爱的真诚。所有因此对你的指责都是被害人有错论，是欺负老实人。在此情况下，如果你经过法律研判确实能把钱要回来，甚至事后法律也确实让你把钱要回来了，连法律都支持你了，这就说明你没错，错的是对方。最后我希望对每一个想要进入一段两性关系的人说，眼睛要擦亮。对此我不会只说心灵鸡汤，我告诉你们一个切实的分辨方法，即你需要先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人，再决定要不要付出。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任何在两性关系中把另一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的人，都是不值得付出的人。如果一个人但凡有良好的家教，都知道不要随便乱收他人的东西，不要乱占他人的便宜。而在生活中，我们为了促进一段关系的发展，都难免会送对方一些礼物，另一方也往往会有却之不恭的时刻。在此情况下，对方在收到礼物后的反馈很重要。重要的不是那声谢谢，不是所谓的你真好的夸赞，而是对方会不会对你投桃报李，也有同样的往来。这是人情往来这4个字的意义。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会尊重你付出的人，那你对对方的每一份好，对方会记得，也会对你抱有同样的反馈。然后在这样的互动中，你们会更加趋近于成为那种对彼此都能有所成就、有共同成长的良性关系。而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白白付出、肉包子打狗，那你就要充分认识到你到底想要和对方建立怎样的关系，到底是纯粹的金钱关系，还是要认真考虑共度一生的伴侣关系。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在真实的法律世界中，就是有时你会遇到一个错误的人，然后你就误了终身。我不是神，无法帮助你们遇到那个对的人，但或许上述这个小建议能让大家在人面前有一定判断力。对此我天真的想。我是法山，付费咨询及案件委托请私信，我们下期再见。